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咖啡屋分享的内容是：等你老了，别穿太素，烫大妈卷，学北京、上海阿姨这3个变美法则，更显优雅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爱美是一种本能，也是一种本分。无论年龄如何变化，对美的追求都不该被忽视，更不应成为旁人指指点点的话题。然而现实中，却有不少女性随着年龄增长，开始对打扮产生迟疑，甚至渐渐退缩，仿佛美丽成了一种负担，穿得稍微精致些，就会被说不服老、太张扬。这种潜藏的压力其实并非源自自身，而是被外界眼光左右太久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美丽羞耻症，不敢明亮的穿衣，不再愿意精心打理自己，总以为低调就是得体。事实上，当你愿意打扮，愿意展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，那份自信与精神是藏不住的。真正让人尊重的从来不是年龄，而是你活得精致与清醒的样子。当然，也有不少姐妹不是不想变美，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做，过于素淡的穿搭、老气的发型，常常成了阻碍气质的细节。那么哪些做法真的该避开？接下来这期咖啡屋不要错过，你会越看越有感。1. 为什么不建议上了年纪的姐妹穿太素、烫大妈卷？到了这个年纪，许多姐妹开始偏好低调，觉得朴素即是稳重，简约才是得体，于是在穿衣上也常常选择素色系，希望呈现出一种沉静内敛的风格。然而却忽略了一个现实，岁月在我们的容貌上早已留下了痕迹，肤色暗沉，皱纹渐多。如果再叠加一身无层次、无提亮的素色穿搭，非但不显气质，反而会让整个人显得没精神，憔悴又乏味。至于大妈卷，更是让不少中年女性看起来老了10岁。这种卷曲度夸张、层次过密的发型，虽然在一部分年长群体中颇为流行，但从审美角度来看，它大大增加了头部的视觉负担，不仅让整体显得臃肿厚重，还让人一眼看出年龄。而这样的发型若不精心打理，更容易变得毛躁凌乱，如同未梳理的鸡窝头，与优雅2字完全无缘。因此，我并不建议姐妹们刻意走极简素淡路线，更不提倡选择过分卷曲的发型，它们不会让你看起来更稳重，反而只会模糊气质的轮廓，放大岁月的痕迹。那么什么样的穿搭与造型才真正适合我们这个年纪？不妨向那些活得明亮又有品味的北京、上海阿姨们学一学，从她们身上，或许你会找到答案。2. 穿衣上。1. 融入色彩。老了之后，气色自然就不像年轻时那样了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穿衣中融入色彩，来提亮肤色和气色。像这位正在遛狗狗的上海奶奶，上身的就是一套蓝白波点的裙装，这个配色组合就有种独特的清爽感，衬肤色又显气质，给人温和舒服的视觉感受。不想整套都是同色的话，那也可以试试无彩色与彩色结合，比如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，下面搭配的就是一条黄色的格纹款半裙。光是看背影，就觉得这位奶奶气质很出众，还散发着一股沉稳又优雅的气息。或者还可以在相对素雅的搭配中，融入一抹亮色、真丝面料的香槟色加草绿色拼接丝巾，看着就很明媚，很吸睛。2. 版型修身。不管是身材保持纤细，还是已经开始发福的姐妹，我都建议多穿一些版型修身的衣服，这样就既不会因为宽松显臃肿拖沓，也不会过于紧身导致身体被束缚，
甚至暴露身材短板。学习一下这些北京、上海阿姨的穿搭，很多穿的版型都是相对修身的，对于提升时髦感很有帮助。比如图左一件修身的白色 polo 衫，搭配一条趣味性十足的短裤，这位奶奶就给人一种精神利落的感觉，时尚表现力真的好强。或者像图右，上半身是一件带着花纹图案的衬衫，下半身则是穿了一条白色的牛仔直筒裤，衬衫和裤子的版型都很不错，再将衣摆扎起来之后，整体就很优雅时髦，还显得很知性。3. 配饰加持，想要让造型更上一层楼，不妨将配饰给运用起来。说到配饰，那可就有的说了，除了前面提到的丝巾外，还有各种首饰、包包等都能选。像上图的珍珠项链就很有贵气感，配上一条碎花裙子，也能中和花色带来的俗气感。再看上海地铁里的这位奶奶，身穿一件白色无袖和黑色半裙，看着舒适又优雅得体。点睛之笔就在于手腕上佩戴的银链手表，增添了高级感和干练气质。还有各种各样的包包，像休闲日常的帆布包，简约小巧的小挎包，法式复古的腋下包等，大家都可以选来搭配造型。3. 发型上，刚说完了穿衣方面的，咱们再来看看发型上的。抛去拉低气质的大妈卷，其实还有很多发型值得我们尝试。1. 中长微卷发。如果你们实在是想尝试卷发，那么相信我，与其尝试泡面般的大妈卷，还不如试试这中长款的微卷发。这种卷度就不会太夸张，还能增加头发的蓬松感，这样发型就不会太单调了，还能对咱们的脸部起到柔和效果，展现出这个年纪该有的温婉气质。2. 优雅盘发。如果你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，那就把它全部盘起来吧，再搭配一些简约的发簪、发夹等，就能增加精致感。这款发型就很显精气神和利落，不会有多余的毛发垂落，颈部线条也能被展现出来，显得很大气。3. 挂耳短发。觉得留长发打理不方便的，那就不妨试试挂耳短发，鬓角那儿的发丝自然垂落，既能帮助修饰脸型，又很清爽。此外，注意短发一定不要选那种平整的，带点自然纹理或微卷弧度，才灵动减龄，很适配中老年的优雅与闲适。这些年，随着审美观念的变化，我们越来越常从街头巷尾看到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长辈穿搭，他们不张扬不刻意，却总能在细节中展现得体与品味。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，那些在地铁街边偶遇的奶奶们，总是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他们的穿搭没有刻意追赶流行，却自然流露出一种干净、端庄、精神的气场，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，心生好感。衣着是一种语言，而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，年龄不是禁锢美的借口，只要愿意花点心思，哪怕是再简单的搭配，也能穿出舒适与高级感。这些上海地铁奶奶的出现，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何为优雅从容的生活态度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穿搭世界，看看他们是如何用衣着展现出真正的松弛感与美。1. 上海地铁奶奶美到老的秘诀，赶紧收藏起来。秘诀1：白发不染自信而优雅，比黑发更和谐。女人上了年纪之后，有白发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必因为发色感到焦虑。如果你一味的染黑，不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，甚至还会有暗沉显黑的现象，不妨保留原本的白发，既能提亮肤色，
又会显得更和谐。秘诀2：坚决不穿花衣服，穿衣得体显高级。穿搭是女人一辈子都要学习的事情，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，就意味着要更换搭配方式。步入奶奶辈的年纪，就不要总穿花衣服了。学习上海地铁奶奶，多穿简约款加基础色的衣服，分分钟摆脱年龄带来的约束。秘诀3：体态端庄优美，身材发福也没有影响。女人想要优雅到老，就要格外关注体态带来的影响。体态差与体态好的女人，形象气质天差地别。上海地铁奶奶的体态就非常端庄优美，个个抬头挺胸，肩背挺拔，状态甚至比年轻人还要好。2、学习上海地铁奶奶的变美法则，老了也很美。变美法则1：善于打理发型，形象气质更出众。头发长度不过肩，剪短更便于打理。发型是女人的第2张脸，一旦选错了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奶奶辈在挑选发型的时候，首先要考虑到长度的重要性。头发长度不要超过肩膀，控制在下巴上下的位置即可。干练清爽还便于打理，护理好发质，头发柔顺有光泽。和年轻时比起来，中老年阶段的发质会因为染发、紫外线照射、营养流失，导致干枯、毛躁、缺乏弹力的现象。想要让白发柔顺有光泽，日常护理很重要。习惯性的按摩头皮，减少烫染次数，用精油养发，才能让白发恢复生命力。选对合适的发型，修饰脸型，提升气质。仔细观察上海奶奶的发型，你会发现她们特别偏爱短卷发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发量会逐渐稀疏。烫成微卷发可以让发量显得更浓密，刘海位置露出额头，修饰发际线，还能轻松提升精气神，视觉上特别显脸小。变美法则2：用对穿衣技巧，扬长避短，穿出好身材。多穿基础色加基础款的衣服，更不容易出错。其实大多数的女人上了年纪之后，都会有身材上的烦恼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好身材都是穿出来的。大龄女人要少穿花里胡哨的服装，多穿基础色加基础款的衣服，注重色彩对比的关系即可。穿无腰线的连衣裙时，要适当增加露肤面积。服装单品的挑选和搭配都是非常关键的步骤。针对不同的服装款式，我们要针对性地运用穿搭技巧。像这种无腰线设计的宽松连衣裙，就要适当露肤，裙摆露出一截小腿，领子露出锁骨线条更迷人。上短下长的搭配模式可以分割出黄金比例。建议大龄女人可以多尝试上衣下裙的穿法，短上衣搭配过膝长裙，可以巧妙地分割黄金比。短上衣长度要遮住肚脐，版型修身加面料有弹力，显瘦效果更胜一筹。下装微微散开更藏肉。变美法则3：养成良好的体态习惯，不要弯腰驼背。优雅的体态是女人的美人骨。对于奶奶辈来说，真正的美从不止于皮囊，更来源于内心。内在美的女人，体态往往都特别优雅端庄。都说美人在骨不在皮，老了之后一定要做好体态管理。抬头挺胸是关键，肩背挺拔加小腹收紧。好的体态需要依靠很多方面支撑，除了抬头挺胸以外，肩背位置也要足够挺拔舒展，整个人的状态才会更松弛。而且小腹也要收紧核心，能够大幅度地提升个人气质。3、学习上海奶奶做到这3点，轻松甩掉油腻感。1、穿衣打扮离不开配饰的点缀，美丽是看整体的。
仅仅选对衣服、发型远远不够。你会发现，真正优雅的女人，在穿衣打扮的时候，都离不开配饰的帮衬。看上去不起眼的配饰，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，轻松提升精致感。2. 任何时候都要管理好表情，表情管理也是非常影响气质的。如果你的表情总是显得特别僵硬，穿再好看的衣服也会没气质。表情温柔自然的奶奶，给人的感觉更有亲和力，无形当中就能增加形象分。3. 鞋子的款式要符合整体风格，鞋子作为压轴戏，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它。一双合适的鞋子可以让我们的穿搭更出彩。奶奶被挑选鞋子的时候，尽量可以避开厚重的运动鞋、高跟鞋，多穿平底鞋、低跟鞋，舒适又稳健，风格还要和衣服统一。女人在变美这条路上，应当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，即便有了岁月的痕迹，只要保证足够精致得体的形象，就能让你美得毫不费力。说到底，真正能撑起气质的，不仅是衣服本身，更是我们对细节的拿捏。而帽子，正是这些细节里最容易被忽视，却最能一眼定调风格的关键配件。很多人穿上碎花裙后，还停留在随便搭顶帽子就行的思维中，殊不知一顶合适的帽子能让整体造型高级10倍，而一顶不合适的则瞬间让气质打折。尤其是中年女性，在穿着碎花元素时，若帽子选得不得体，很容易将整体拉向俗气的方向。那么碎花裙到底该配什么帽子，才能穿得不土气、不做作，还能显得有品又有精神？如果你也曾为这个问题苦恼过，不妨看看上海妈妈们怎么搭。她们用实际穿搭告诉我们，同样一条裙子，帽子的选择能带来截然不同的感觉。接下来的内容，请务必看完，你会惊讶，原来气质与年龄无关，与选择有关。1. 看了上海阿姨的对比，才知道鸭舌和礼帽的差距真大。1. 鸭舌帽和礼帽的风格差异区分。鸭舌帽偏休闲，礼帽更优雅。鸭舌帽和礼帽到底选哪个？我没办法直接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，因为咱们在选择帽子之前，得先搞懂这两种帽子的风格才能判断。比如鸭舌帽的风格是比较休闲的，有着长长的帽檐，像鸭舌一样，整体的风格是偏向于潮酷感的。配碎花裙属于混搭，搭配难度要高一些，更适合搭配能力出色的阿姨。礼帽则不同了，这种帽子本身就属于在正式场合诞生的，质感好，帽檐挺阔，更适合在一些偏正式的场合佩戴，搭配碎花裙的风格适配度更高。2. 中年女人到底适合戴鸭舌帽还是礼帽？答案：礼帽更符合中年女人的气质。虽说鸭舌帽搭配碎花裙很时髦和洋气，但难度太大，中年女人一不小心就会搭配出违和感。这样的搭配更适合那些年轻的弄潮儿尝试。要是你追求不出错、提气质的搭配，礼帽往往更能契合你的气质，鸭舌帽更适合搭配休闲风裙装。中年女人想要戴鸭舌帽的话，最好就搭配休闲风的单品。比起穿碎花裙，更推荐大家在穿纯色休闲裙的时候搭配鸭舌帽，比如白色棉麻长裙配 T 恤和鸭舌帽，舒服又大方，整个搭配适配度更高，时尚指数也不低哦。2. 上海妈妈穿碎花裙戴礼帽，到底怎么选款？1. 戴礼帽的最大优势，能修饰脸型，提升氛围感。为什么上海妈妈都爱戴帽子？原因无非就是2点，修饰脸型和提升氛围感。而礼帽的帽型宽大，
有着宽帽檐和加高的帽顶，的的确确能帮我们修饰脸型。发腮和发际线高的阿姨们都可以安排上。搭配碎花裙之后，整个造型的氛围感也能大幅度的提升，别提多么洋气了。2. 挑礼帽的关键细节。1. 帽檐要选加宽型，更显脸小。礼帽虽好，可要是帽型选错了也会踩雷，尤其是脸大头大的阿姨，记住帽檐一定要选加宽型的。帽檐太窄，刚好在肩膀的1/2处，会显得脸大脖子粗。但要是帽檐边缘落在肩膀外侧的2/3处，就会缩窄我们的脸宽，拉长脖子的线条，落下的阴影更是可以遮挡住脸部的不足之处，颜值提升好几个等级。2. 颜色要么和裙子同色，要么选基础色。礼帽的颜色选择不能马虎，毕竟现在市面上帽子款式太多，大家很容易被一些个性夸张的款式吸引。搭配碎花裙的时候，要么选择和碎花裙同色系的帽子，这样可以形成统一的视觉效果，让整体造型更加协调有序。要么选择基础色，比如夏季佩戴米色、棕色的礼帽，会显得更温柔大气，且不容易出错，能够平衡碎花裙的繁杂感。3. 穿碎花裙就看上海妈妈，氛围感超足。碎花裙配帽子时，这么搭更高级。技巧1：领口和脚踝都要有留白，增加呼吸感。你是不是经常在穿碎花裙的时候，感觉到整个搭配特别的局促臃肿，全身被花纹包裹起来，仿佛都透不过气？搭配的时候有个简单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难题，就是领口和脚踝处增加露肤度，比如选择大领口的 V 领、圆领连衣裙，下半身搭配露怀的连衣裙，显瘦增高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强的清凉感。技巧2：再搭配同风格包包，提升实用性。穿碎花连衣裙的时候，好多阿姨出门就担心双手无处安放，这时候咱们可以再搭配一个同风格的包包，比如真皮的托特包或者编织包，要么走优雅风，要么走田园风。搭配礼帽和碎花裙，氛围感有了，实用性也有了，平时出门装个手机、小物品什么的都很方便。把碎花裙穿出反油腻感，靠的是这些。1. 花色浅一些，亮一点更显白。想要把碎花裙穿出反油腻感，我们千万不能碰大红大紫或者太暗沉的花色，建议你们跟着上海妈妈学，选裙子的时候底色淡一些，花色浅一些，亮一点的碎花会衬得肤色更白皙，气色更好。顺便强调一下，碎花裙的花色不能超过3种，颜色过多也会造成杂乱感。再搭帽子等配饰，就很容易产生用力过猛的精致土。你记住了吗？2. 整体采用简繁结合思路，避免繁琐感。全身都是大面积的碎花裙，对很多阿姨来说是有难度的，一不小心就会穿出村姑感。此时咱们可以采用简繁结合的思路，比如只在下半身搭配碎花半身裙，上半身选纯色的上衣与之互补，这样一来花色的占比不大，看起来就没那么繁琐了。再搭配一些款式简洁、设计经典的配饰，依旧可以让碎花裙成为搭配的主体，却不会给人花里胡哨的感觉。夏天到了，中年女人可以大胆地穿上碎花裙，跟着上海阿姨学，把中年女人的氛围感拿捏得死死的。不管是逛街、约会还是旅游，穿碎花裙的时候再戴一顶合适的帽子，那种自信又惬意的感觉，真的能让你美出新高度。真正的美，从不设限于年龄、容貌与流行，而藏在一个女人对生活的态度里。当你愿意花心思打理自己，
不为取悦他人，只为成全内心的那份从容与讲究。当你穿上一袭合身的碎花裙，戴上一顶契合气质的礼帽，不紧不慢地走在街头巷尾，那一刻你就已经足够动人了。请记住，年龄不会偷走你的美，疏于经营才会。就像那些穿行在上海地铁的优雅奶奶们，她们从不争抢目光，却总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她们不是天生时髦，只是始终没有放弃与自己和解，与生活和解，并在岁月的褶皱里活成了自己最满意的模样。愿你我在光阴的流转中，也能保持一份对美的敬畏与坚持，不慌不忙，不争不抢，活得干净自在有风骨。美不必张扬，却不该退场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